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有朋友说做小笼包面皮总是发硬，不夠柔軟，到底怎樣和面才能做出這樣有彈性又柔軟的面皮？這個視頻就詳細分享一下製作技巧。第一條，不管咱們做什麼樣的面食，要想做到一定的口感，面粉一定要選對。咱們今天用的是高筋粉，因為高筋粉它的筋性比較足，咱們做的時候它的拉伸性就會更好。第二個重點是關於水溫，咱們正常使用的水溫一般是60到100度都可以。如果想讓它更加透亮，柔軟度更好，那就用100度。如果想讓它伴有筋性，還要保持柔軟，那就60度。大家可以自由選擇水溫。第三是關於添加的一些物質，比如說鹽，咱們在放鹽的時候，每100克放1克鹽就可以了。另外，咱們和面也可以加入澱粉或者是雞蛋，雞蛋只要蛋清，主要是增加它的滑爽口感。咱們今天用的方式是溫水來和面，這裡是100克麵粉加入1克鹽，然後把鹽攪拌匀。其實咱們加鹽跟加鹼它的作用是一樣的。然後咱們加水的時候，如果這個水溫比較高，咱們分次加進去，把每個位置都要燙到。燙面燙得越好，咱們做出來的面皮透亮程度更高。如果燙不匀，它容易出現白疙瘩。如果咱們用60度的溫水來和面，這一點呢就不需要，因為它不會把它燙過，咱們只要把面和水和匀即可。加完水之後，咱們像這樣繼續攪拌一下，讓它所有的粉都沾上水，然後下手和面。在和面的時候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如果這個面偏軟，或者是有一點點粘手，這時候呢，咱們不要着急加水，就一直把它揉光。揉光之後呢，它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。和好的面團，醒一醒面，主要是讓它的面筋稍微放鬆一下，因為咱們不是燙面，它含有面筋，讓面筋放鬆下來。這樣不管是做任何一種面食，它都會更順利，也更輕鬆。咱們這個面鬆弛完之後，大家可以摸一下，用手感受一下它的軟度，非常輕鬆的就能把它捏下去，而且不容易回縮。這個狀態就是比較合適的。然後咱們再來揉面呢，就很輕鬆了。這裡呢我也沒有剪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揉制的時間呢基本上就在2分鐘之內，就能把它的表面揉得更加光滑一些。另外大家稍微注意一下，只要咱們水量加的合適，在揉面的時候不需要撒更多的乾粉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咱們簡單揉過之後呢，它表面已經開始光了。面揉光之後就不要再長时間的去揉了，那樣只會增加面的筋性，拉的时候容易斷。所以咱們在最後這一步搓條的時候呢，就是簡單的把它壓成一個長條形，咱們就可以來搓了。在搓條這一步，很多朋友說自己搓的面劑子總是會回縮，主要問題呢就是因為面粉的筋性大，咱們鬆弛的時間太短，所以咱們放在手上呢感覺不太听話。所以不管做任何一種面食，鬆弛一下面团是完全有必要的。這時候咱們再來搓呢，包括揉都非常方便，這個面團也會比較聽話。大家可以看咱們搓好的這個面劑子呢，放在這裡完全不會回縮，搓多長就是多長。如果咱們稍微放一下，這個面劑子呢一邊變長了，一邊變短了，這就說明醒面不足。然後咱們在揪劑子的時候，咱們這個手呢就這樣掐住它，然後要注意一下，不是這個關節往下拉，而是咱們拇指和食指對口的地方，這個位置呢往下輕拽就可以下來。另外咱們下這個小笼包的劑子呢，基本上就在8克，咱們6克7克都 OK， 只要大家技術過關，小一點也不要緊，越小呢面皮越透亮，越薄越軟越好吃。接下来咱們擀幾張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效果。等面皮擀好之後，一定要看一下这個厚度，基本上跟饺子皮的厚度一致就可以。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狀態，咱們輕輕的去給它拉伸，非常輕鬆的就能給它拉長。因為這個劑子呢，今天是7克，咱們能拉成這樣的一個狀態。再橫着拉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能變得更薄，而且它這個筋性呢也很容易體現，咱們輕拽呢有一定的彈性。另外咱們在包小笼包的时候還是要注意一下，放餡的量基本上是面皮的2到3倍。咱們放上餡之後，在捏的时候呢，這個手跨度盡量別太大，捏的时候呢不要太用力，不要把上面捏得非常薄那種狀態，
那樣咱們蒸好之後呢，它上面容易干，因为太薄缺水，它就容易发干。所以咱们在捏的时候呢，边缘这個力度一定要控制好，然後上口不要堆面，這是最好的。另外在包的時候大家注意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拇指前面那一點呢容易堆面，咱們只需要把拇指往前走一走，把厚的地方給它捏下去，基本上就能解決掉上面堆面的問題。總的來說，做小籠包只需要注意4點。第一呢，是麵粉一定要選對；第二，水量要合適；第三，添加的東西要合理；四，注意好保存方式，不要風乾。咱們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再次感謝您的支持和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